那我们现在片子大概还是在美达达第6，然后后面有第7片。那但是这边的切片呢，你先看一下它切的位置在哪边。它大概在切的方，大概是在 pons 的下缘，然后它有削到一点那个 inferior oliver nucleus 的地方，然后后端有第4脑室。那第4脑室就可以看到这些这个叫做脉络丛。好，那一样，我们看的顺序都是从中间开始。那我们现在中线的话，就大家刚刚很熟悉的 MLF 叫做 medial longitudinal longitudinal fibers fasciculus。那中间的话是 spinal tract， 那下半的话是 medial meniscus， 那下方的话是 pons 大概有切到一点点，那里面当然就是 pons nucleus。那基本上这个中间的这个东西一直都在，可是我们往上走，它的形状会改变。那这个东西是帮助你那个定位每个切片的位置的一个好工具，所以大家可以密切注意一下这3个东西它的形状是什么。好，那下面这边切到还有一部分的 inferior oliver nucleus， 然后它的那个稍微背侧外侧一点，这个有那个 central tegmental tract。那这个刚刚有那个助教有特别讲要交给我来讲。那这边的话，它主要是含有上行跟下行的 fiber。那如果往下走的 fiber 的话，它主要的来源是来自于那个 red nucleus， 那个红核的 red nucleus 还有 PAG， 它们发出来的 fiber 往下走。那走到这边的时候，它就会那个进到 inferior oliver nucleus 的地方，然后再发出那个 olivocerebellar tract 到对侧的下小脑角，然后再进入到小脑，这样子，然后再重复一次。如果下行的 fiber 的话，就是从 red nucleus 还有 BPM 的地方，red nucleus 跟 PAG， 而且 PAG 的地方，然后下行到那个 CTT， 然后进入到 inferior oliver nucleus， 然后到对侧的下小脑角，然后进入小脑。那上行的 fiber 的话，主要是来自于那个刚刚讲的 solitary nucleus， 是什么功能 ？solitary nucleus 讲过很多次，内脏感觉，内脏 visceral 的 sensor。好 ，solitary nucleus， 然后从那个 solitary nucleus 往上走到 CTT 之后，也是进入到经过 CTT 之后，然后往上走到 thalamus 的 BPM 的核区。好。那从 CTT 的外侧这边有那个 anterolateral system， 还有这个 anterior spinocerebellar tract， 这个是之前就有的，那它还在这边。好，那再往外侧走，这边是 glossopharyngeal nerve 第9对脑神经。那再往外侧走的话，这边是下小脑角的部分，下小脑角。那这边的话，一样有这2个东西，叫做 spinal trigeminal tract 跟 nucleus。伸展的是 tract， 淡展的是 nucleus。那在它的上方的话，有那个刚刚讲过有虎斑的 inferior vestibular nucleus， 在它的内侧就是 medial， 然后这边有切到一点点，那是属于 lateral 的 vestibular nucleus。那这个 vestibular nucleus 它是一个 complex， 主要会有4个核区，还有一个是 superior。那 superior 是在上面，所以这一片的话它还没有切出来。那它这个 nucleus， 它那个 medial vestibular nucleus， 它发出的 fiber 其中一部分会往下走到 medial longitudinal fasciculus 里面，然后之后再走到那个 spinal cord， 那功能就是平衡感觉，身体的平衡。那其他的那个 vestibular nucleus 的话，它也有往上走的话，往上走它会投射到第3对、第4对，还有第6对脑神经的神经核。OK， 其他的话往上走的核区往上走会走到第3、第4、第6脑神经的神经核，然后主要是协调头部跟眼睛的运动的协调。OK， 那在小脑角的外侧这边可能比较没有，到下小脑角的外侧这边有 anterior 跟 posterior 前方跟后方的 cochlear nucleus。
那主要的负责是 SSA， 它主要是负责听觉。那负责听觉的还有其他核聚都在上面，那我们之后再一并再整理。好，那接下来是美大的第7章，它切到的位置也是在胖子的下缘，但是比刚刚稍微一点点。后方是第4脑室，然后它已经没有 inferior auditory nucleus。好，那胖子的话，那中线开始，那因为分成胖子跟 tegmentum 2个部分。对，那 tegmentum 的话主要是延续 medulla 的样子。那这个地方就特征叫做 tegmentum， 那下方就是胖子的叫做 basal portion。那 basal portion 的话，我们就先看，因为这边比较单纯，而且从下到上基本上构造都一样，所以蛮简单的。那比较淡染的话，就是那个 pointing nucleus。那这些有看起来像很稳的这些 fiber 呢，叫做 pontocerebellar fibers。然后它中间对称，中间有一束，它主要是来自于 cortex 的 fiber， 分别那这一束的话，分别会有那个 cortical spinal tract， 然后还有 cortical pointing tract， 还有 cortical bulbar tract， 主要是3个。要再讲一次 ，cortical spinal， 还有 cortical pointing， 还有 cortical bulbar tract 这3个地方。那其中它走到胖子嘛，所以说它的 cortical pointing tract， 它走到从 cortex 下来，走到胖子的时候，就会再横走，走到这些，就会变成这些 pontocerebellar fiber， 然后之后经过 medial 的 cerebellar peduncle 进到小脑 ，OK， 所以是 cortex 的那个 cortical pointing tract， 然后直接接到 pontocerebellar fibers， 然后经过中小脑角进到 cerebellum。OK， 那旁边的话是第7跟第8对的脑神经。那我们看 tegmentum 之后来看这边，那 medial lemniscus 这边的话，它那个中线的话，这边上端也是 medial longitudinal fasciculus， 然后中间是那个 tectal spinal tract， 这边只剩这一小块。那下方的话是 medial lemniscus， 对，那它的形状刚刚还记得都是平行于中线，然后可是到这边的时候，它形状稍稍有点改变。那 medial lemniscus 它会慢慢的从那个就是那个平行的，然后会渐渐的往侧边走，而且渐渐会横躺。那在这里的时候，它还是在这样子一小条。那上面的话 MLF 都稍微变小一点点，然后都偏上，中间会有一段间隔。那这边的话，相对位置都一样，就是在 medial lemniscus 的稍微背侧、外侧一点，也是 CDT。CDT 就是刚刚讲过有上行跟下行的 fiber 嘛，就再复习一次。上面是 red nucleus 跟那个 PAG 来的，对，走到这里，然后再走到对侧。那下行的话，就是从那个 solitary nucleus， 然后走到这里，再走到 thalamus。好，那这个外侧的话，还是那个 anterolateral system， 然后之前后面那个已经不见了，后面那个已经不见了。那取而代之，这边也多了2个新的东西出来，一个叫做 superior auditory nucleus。刚刚之前那个是看起来弯弯曲曲是 inferior， 这个是 superior 的 auditory nucleus。那外面的话是 lateral 的 lemniscus， 然后这边是 medial 的 lemniscus， 2个是相对的 medial 跟 lateral。那这2个核聚主要也是跟听觉有关的。那刚刚讲的听觉有那个 posterior 跟 anterior 的 cochlear nucleus， 这边是另外2个，还有一个要在下一集，到时候会再把它合在一起。好，那这边在外侧的话也是一样，在那个下小脑角这边是 spinal trigeminal tract 跟 nucleus， 这2个东西还在。那这边的话是 anterior cochlear nucleus，posterior 已经不见了，只剩下 anterior。好，那这边的话，刚才记得那个 vestibular complex 那4个，这边只剩下上，就是 superior， 那 inferior、medial 跟 lateral 都不见，只剩下 superior， 大概在这个地方。OK， 那这个外面但是小脑了，大概是中小脑角差不多。